深夜的栖霞寺，一处不对外开放的待院禅房中，一位美妇人正坐在院中的藤椅上，抬头看着秋日的星空。一位光头的老太太走出来，将一条毯子铺在美妇人的腿上，恭敬道：“夫人，少爷的飞机起飞了。”飞了。美妇人一听这话，连忙望向机场方向的空中，见到空中远远有光点闪动，不禁感慨道：“也不知这些闪耀的光点，哪一个是陈儿坐的那架？”说罢，他又问那老妇：“陈儿是和阿忠一起走的吗？”这美妇人便是叶晨的母亲安承熙，而在安承熙身边的老太太，便是那假扮师太的老妇。老妇姓孙，名叫孙锦玉，追随了安承熙多年，角色与大管家相当。孙锦玉此时开口对安承熙说道：“回夫人，少爷确实是与陈肇中一起上的飞机，他们的飞机航速快，预计纽约时间的晚上8点多就能到纽约了。”好。安承熙微微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你的这几年麻烦缠身，我也不好出面帮他。陈儿若是能找到他，相信一定能助他渡过难关，而他说不定能帮助陈儿找到打开泥丸宫的办法。”纽约时间晚上8点半，叶晨与陈肇中乘坐的飞机在肯尼迪机场平稳降落。由于天色已晚，叶晨便没打算今晚直接去皇后区的那家古董店。他知道陈肇中这次跟自己来纽约，一定也想见一见他收养的那个强仔。现在强仔已经接手了他经营半生的烧鹅店，陈肇中对强仔、对饭店必然都有深厚感情。于是叶晨在飞机落地之后，便对陈肇中说道：“钟叔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先去一趟唐人街吧，你那间烧鹅店一般都营业到几点？”陈肇中没想到叶晨第一站竟然选择去唐人街，便连忙说道：“少爷，我还是先陪您去办正事儿吧，等正事忙完了，抽空去看看强仔就好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钟叔，这么晚了。”两个风尘仆仆的人一下飞机就先去古董店，确实有些说不过去。万一被有心人发现，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非正常举动，别回头再把咱俩当间谍给抓起来了。所以今天咱们关于古董店的什么都不做，先去唐人街吃顿饭，你也顺便能见见强仔，然后咱们到纽约的白金汉宫住一晚，明天再去皇后区。陈肇中知道叶晨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他也清楚叶晨这是在为自己考虑。不过他也没多跟叶晨客气，开口道：“少爷，烧鹅店一般都营业到凌晨2点钟。”叶晨好奇地问：“这么晚？”陈肇中点头道：“主要是因为消费便宜，来吃的食客里大都是一些打工人，不少还都是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，他们一般也只有凌晨的时候能够收工休息，所以我们的营业时间也就晚了一些，等他们都吃完饭，我们再收当官铺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既然营业时间比较晚，咱们赶到了还能有顿饭吃。”陈肇中道：“那我给强仔打个电话，让他提前准备好。”叶晨问：“钟叔，你这次来美国跟强仔说了没有？”“还没。”陈肇中道：“这次比较匆忙，我就没有告诉他，因为也担心万一没时间过去见他，说了反而不好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也不用给他打电话了，咱们直接过去也能给他个惊喜。”“行。”陈肇中爽快地答应下来，神情间已经有了明显的期待，忍不住对叶晨说道：“少爷，不瞒您说，我一直把强仔当成自己的儿子，有日子没见他了，心里还挺想念他的。”叶晨很是理解，陈肇中在美国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苦，前几年还好些，有方嘉欣陪着，算是有情饮水饱。但方嘉欣走后，
他一个人盯着非法移民的身份撑着一个烧鹅铺，那日子过得确实清苦又绝望。强仔对他来说不只是收养的一个孤儿，一个伙计，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寄托。两人出了机场之后，叶晨便直接租了一辆不起眼的雪佛兰轿车，与陈肇中一起前往唐人街。这次来美国，叶晨并没有让任何人在美国做任何准备，也没告诉费可欣，尽量低调一些，不但更安全，也更容易寻找一些埋藏于市井之中的线索。驱车来到熟悉的唐人街，陈肇中之前的那家烧鹅店果然还在营业之中。叶晨把车停稳，陈肇中便已经迫不及待地推开了车门。两人迈步走进烧鹅店时，店铺里出奇的冷清，几张饭桌上只有一个人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前，强仔正在后厨准备。听到有人进门，便在里面高喊了一声随便坐，马上就来。说完，隔了10几秒，他便端着一份烧鹅饭从后厨里走了出来。见到来的人是陈肇中与叶晨，他整个人瞬间一怔，惊讶不已地喃喃道：“钟叔、叶先生，您们怎么来了？”陈肇中满脸笑意，正想向他问好，眼见他脸上全是淤青发紫的伤痕，嘴角甚至还破了一道口子，已经结成了黑色的痂，便震惊地问：“强仔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”强仔下意识扭过半边脸去，一边借机给客人上菜，一边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没事儿，钟叔，就是前几天学人家耍酷骑摩托，不小心摔了。”陈肇中立刻说道：“不可能，你这伤根本就不是骑摩托摔出来的，你照照镜子看看你的熊猫眼，明显就被人用拳头砸出来的。还有你嘴角的伤，不是用很大的力气抽你耳光，根本不可能把嘴角都抽了。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强仔遮遮掩掩地说道：“钟叔，我这伤真的不是被打了。”说着，他连忙看向钟表，眼见已经9点多了，连忙说道：“哎呀，钟叔，您说您来了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好去机场接您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么我先收铺子，带您和叶先生去找个住的地方吧。”说罢，他也不等陈肇中说话，便连忙对那客人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这今天有点事儿，要提前打烊了。这顿饭我给你打包带走，不收你钱了，好不好？”那客人一听这话，连忙点头答应下来。一旁的钟叔却皱紧眉头，问他：“强仔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”正说着，外面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摩托轰鸣声，那一阵阵轰鸣声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响。强仔表情顿时变得极其紧张，连忙道：“钟叔、叶先生，我有点事儿要处理，请您2位先上楼回避一下吧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”